退休嘅8種形態係啲乜嘢？退休之後20件唔使太使錢又能夠做嘅嘢又係啲乜嘢呢？另外，點解有啲人一放假就病，或者甚至退休之後突然間會得到重病呢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N 家 TV， 我係不了。2年幾前40歲才自早退，呢個課堂係關於財務自由、投資理財同埋提早退休。今集嘅主題係退休嘅8類形態。今集不了將會分享一篇關於退休8類形態嘅短文，穿插分享不了自己退休嘅近況、過往嘅經歷同埋小知識，仲有20件唔使太使錢退休之後能夠做嘅事，適合已經退休或者即將退休嘅人士收睇，一定要睇到最後啊！我哋而家開始啊！不了近來睇到一篇台灣嘅短文章，題目係職場教練課高齡退休4種形態，提及台灣嘅蔡康時教授講咗退休嘅4種形態，簡單就係退同埋休嘅4個組合，4個組合分別係既退又休、退而不休、不退不休同埋休而不退。文章嘅作者謝用業教授嘅講法，每一種再分為2類，共8類形態。作者話佢呢一個退休嘅4種8類形態唔係嚴謹嘅劃分，會有好多重疊嘅部分，主要係希望提醒上班族未雨綢繆，諗下自己未來嘅退休形態，先做好準備。我哋每一個嚟睇下。1. 既退又休。第一種既退又休又分2類，財務自由同埋身體欠安。財務自由者退得乾淨，可以遊山玩水、種花養草，享受自由自在嘅生活，咁樣係諗得開、放得低又好有福報嘅人。另一類人係身體欠安，有病纏身，即使有遠大嘅志向同埋才華，亦都唔可以唔退休養病，照顧身體。不了點評1，關於退休形態，作者呢個分類真係唔係太嚴謹，正常嘅分類係財務自由同埋財務唔自由，或者身體健康同埋身體唔健康。不過唔緊要，不了亦都只係借題發揮一下。不了響才自早退之後，就穿插響呢一啲退休類型之間，有時候遊山玩水享受生活，有時候就想做一啲貢獻社會，或者為某一個目標奮鬥。忙咗一段時間，唔知點解身體突然又會病咗一陣。你知啦，病呢家嘢真係控制唔到嘅。奮鬥得太耐，有時候想懶一陣，想一日瞓12個鐘頭之後睇下書或者休息一下。冇固定嘅形態，亦都冇必要將自己限定響某一個固定嘅形態。哲學家叔本華話，人生如同鐘擺，響痛苦同埋無聊之間搖擺。人受慾望支配，慾望唔滿足就會痛苦，滿足咗就會無聊。人生就好似鐘擺咁，響痛苦同埋無聊之間搖擺。工作得太耐、太攰、太痛苦就想休息，休息得太耐、太悶、太無聊又想工作，或者揾啲嘢打發下時間。不了認為退休之後最重要嘅係生活要有目標感，知道聽日起身要做啲乜嘢，哪怕係休息，你好明確知道聽日係休息，亦都冇問題。最痛苦就係唔知道自己做啲乜嘢好，終日漫無目的，睇到朋友嘅生活好豐盛或者滿有成就，妒忌之餘又覺得自己好冇用，每日陷入百無聊賴、不滿甚至等死嘅狀態。如果大家響退休之後出現咗呢個情況，就要小心啦。不了將會響第2部分分享退休之後20個唔使太使錢嘅活動建議俾大家，希望幫大家跳出呢種狀態。不了點評2，關於健康。不了近來出片嘅次數少咗，因為10月頭感冒病咗，睇咗幾次西醫中醫都搞唔好，過咗成個月一直都未完全斷尾，喉嚨痕同埋間中有啲咳，好似氣管敏感咁。到呢幾日食咗啲陳皮製品，終於好似好翻啲咁。咁啱最近股市成交大增，朋友無私咁樣教咗不了一套響股市長期賺錢、高勝率嘅套利方法，所以不了近來每日都花唔少時間研究學習投資交易嘅嘢同埋實戰，同埋不了亦都好中意投資交易思考嘅過程。除咗賺錢之餘，亦都算係我一種精神寄託，所以到星期6日先至有時間整 YouTube。但係最嚴重嘅問題係近來絞盡腦汁都諗唔到整咩片好，響整片上面有啲江郎才盡嘅感覺，所以一直冇出到片。講翻健康，7月嘅時候不了咪話自己嘅膝頭哥感覺有啲唔暢順，卡住咁嘅。經過不斷自我按摩同埋食咗啲保健品，上個月終於回復正常，希望唔會再翻發啦。早幾日到我哥嘅身體出咗啲問題，佢話痛到喊，我就陪佢入咗急症室。好彩入咗醫院檢查之後唔算係好大嘅問題，算係萬幸。佢同一份工已經連續做咗接近30年，
一年只有10日多啲嘅假期，好少有連續嘅休息。不料好多年之前睇過一篇中醫嘅文章，解釋點解有啲人一放假就病，退休之後好容易得重病、生 cancer 之類。佢話人體有啲免疫警報系統，遇到細菌病毒入侵嘅時候，佢就會響起進行攻擊。但係當人響高壓工作、不斷工作，因為身體認為嗰一啲事比較重要，就會分泌腎上腺素，抑制住呢個免疫警報系統，等主人完成手上面嘅工作，就好似暫時閂咗部分嘅警報系統一樣。所以小病小痛亦都唔會提醒主人病出嚟攻擊病毒，嗰一個人可能就會出現全身唔舒服，包括頭重重、身重重嘅亞健康狀態，直到主人嘅工作完成、放假休息、身體放鬆，佢嘅免疫警報系統重新開啟，免疫系統開始攻擊體內嘅病毒或者有問題嘅地方，所以佢哋睇落一放假就病。如果呢個時候身體免疫系統嘅戰鬥能力仲係好高，好快就會好返。相反，如果免疫系統戰鬥力低下，唔打就由自可，一打就反而唔夠體內嘅病毒或者疾病搏鬥，表現出嚟就好似得到重病咁。情況就好似有個賊去你屋企偷嘢，你瞓着咗，或者有自知之明唔反抗，最多就俾個賊攞咗啲財物。如果你啱啱瞓醒，想反抗撩交打，但係就唔夠個賊打，反而好容易俾個賊打到重傷，最終嘅結果比扮瞓或者扮睇唔到仲差。不料喺第8集分享過，不料巴連續做咗幾十年嘢之後，一退休就得到癌症。嗰一篇中醫嘅文章亦都有提出過解釋，好多人返工幾十年冇事冇幹，但係一退休就會得到癌症。多年嚟睇落健健康康，但係可能實際一直與病共存多年，只係多年以嚟都係好忙，一直將部分嘅免疫警報系統閂咗，細病積成大病。所以佢建議上班一族最好每隔幾年就俾自己一個長假期休息一下，俾啲細病病出嚟，將身體嘅小問題分批解決，順便借機調理身體，唔好將啲細病積起嚟變成大病。仲有佢仲分享咗，有啲長者得咗癌症之後，本身身體元氣不足，與癌共存，可能仲可以生存多10幾20年，反而夾硬要電療、化療、落猛藥做手術，可能更加容易得到反效果。免責聲明，以上唔係任何嘅醫療建議，如果真係得到癌症，請尋求專業嘅醫生治療。大家覺得呢個講法點樣呢？不料唔肯定有幾多係正確，但係聽上去好似有一定嘅道理。我嘅得着係唔好將自己拉得太緊，間中要休息一下，俾身體調整。健康真係好重要，冇咗健康，多多錢都冇用。人到中年或者老年，小病小痛開始走出嚟，今日好似好健康，可能聽日朝早起身，健康問題就跳出嚟揾你。而健康呢樣嘢真係好難講，唔係話你今日做運動或者食得好天然、好清淡、好有營養，唔煙唔酒，就保證你聽日唔會病。佢同股票投資差唔多一樣咁吊詭，有時候做正確嘅決定亦都會輸錢，做錯誤嘅決定亦都可能會賺錢。健康只能夠盡人事知天命，但係盡人事亦都唔知道邊一條係絕對嘅正途。講食嘢咁啊，唔同嘅 YouTuber、唔同嘅專家有唔同嘅意見，而且有時候完全相反。有人話要1日3餐，有人話要少食多餐，有人就話輕斷食168，即係一日只係響8個鐘頭內食2餐，只有16個鐘頭唔食嘢。邊個啱呢？有人追隨以穀物為主嘅食物金字塔，同時亦有人主張以肉類為主嘅生酮飲食。仲有 YouTuber 講地中海飲食或者食全素比較健康，有人話食全天然嘅食物，亦都有人講話要食補充品。退休之後，不料試過食圓形食物，好似番薯、粟米等等做早餐，亦都試過食四神粉、全黑食物粉做早餐。近幾個月就試行168，只食午餐同埋晚餐，肚腩細咗，消化好咗，暫時冇乜反效果就繼續落去。但係當 Google 一 search 唔食早餐嘅壞處，咩傷害心血管啊、致癌啊，一大堆嘢就彈晒出嚟。邊個啱邊個錯呢？真係唔知道啊！我覺得食啲乜嘢都係因人而異，唔能夠一概而論嘅。就好似地盤工人每日大魚大肉都冇問題，因為消耗到。但係做文職坐 office 嘅人，日日咁樣食就可能變肥，出現三高。對我好未必對你都好。我覺得每個人嘅身體會自動調節，有一日自己突然想食某一啲嘢，應該係有原因嘅。正如病咗嘅人自然唔想食太多嘢，或者只係想食粥減輕胃部嘅負擔。平時我好中意食薯片，但係當我喉嚨痛嘅時候，見到薯片都會怕怕。依家我食咩都係適量咁樣食，食得是福，最緊要係食得開心。翻返去健康，
唔煙唔酒，一日瞓足8個鐘頭，適當嘅帶氧運動同埋肌力嘅運動，內心平靜，心情舒暢，其餘就交俾個天啦。2. 退而不休。第二種退而不休又分兩類，奉獻經驗同埋打發時間。呢兩種嘅界線比較唔明顯，有唔少嘅主管或者學者專家，即使退咗休之後，仍然喺唔同嘅地方做顧問或者繼續返工，奉獻一生嘅寶貴經驗，做經驗傳承。另一種係奉獻做義工或者兼職打工，可以傳承經驗，亦都充實人生體驗，打發時間或者賺啲外快。依家因為少子化嘅影響，各個產業都缺乏勞動力，政府亦都開始鼓勵銀髮族二度就業，因為銀髮族年紀大，反應比較慢，體力亦都及唔上年輕人，好多嘅企業都會做好多嘅職務再設計嚟配合銀髮族。依家好多嘅銀髮族其實係好健康嘅，亦都想參與社會勞動。日本有一位90歲嘅老婆婆喺麥當勞做清潔工，已經做咗20年啦。喺電影高年級實習生入面，70歲嘅男主角話：音樂家唔會退休，直到心入面冇咗音樂先至會停止，就係最好嘅寫照。作者話佢經常幫襯幾間嘅小食店同埋理髮店，老闆都係70歲以上嘅人，佢哋自細經歷過經濟貧乏嘅時代，養成刻苦耐勞嘅習慣。佢哋話自己衣食無缺，但係唔想喺屋企睇電視睇到老人痴呆，所以就繼續做嘢。作者自己依家偶爾都會喺各地講課，亦都係基於傳承經驗同埋打發時間，亦都鍛煉自己嘅努力，以防老得太快。不料點評3： 20件唔使太使錢退休能夠做嘅事。不料做 YouTube 影片亦都係算奉獻經驗，奉獻自己投資同埋退休相關嘅經驗同埋諗法。至於退休有啲咩可以做，點樣打發時間，不料喺度簡單講20個俾大家參考。1. 旅行，本地團、大灣區旅行或者東南亞旅行，有好多嘅價錢都好相宜。 2. 吃喝玩樂，長者有2蚊嘅乘車優惠，長者卡亦有唔少嘅優惠，好多食肆同埋娛樂節目都有優惠。例如朝早喺屋企食飽咗之後，可以坐2蚊車去海洋公園免費入場玩半日，睇下動物。下晝可以搵個地方食下午茶，可能一日50蚊都唔使，就可以玩足一日。其他優惠好似100蚊去迪士尼樂園，30蚊睇電影，15蚊去濕地公園，20蚊去嘉道理農場等等。加上食肆亦都有唔同嘅優惠，可以同其他嘅老友記一齊去玩。3. 運動，踩單車、遠足、健身、散步、跳舞等等，亦都好適合長者或者退休人士。 4. 上堂或者資格考試，學習一門新嘅技能或者學問，好似家居維修、投資、心理學、中醫等等。好多地區長者中心或者工聯會等等嘅機構，每季都有好多唔同嘅課程可以參與。 5. 學習語言，學英文、日文等等。YouTube 有好多嘅免費節目或者教程，當然上堂亦都可以啦。 6. 學習數碼工具，學下拍片做 YouTube、做網站，甚至用人工智能做一啲創作或者學習。不料見到唔少嘅退休人士都開設咗自己嘅 YouTube 頻道，分享自己嘅經驗或者旅行嘅經歷等等。 7. 參加展覽或者導覽活動，香港唔同時間有好多博物館展覽參觀，亦都有好多免費嘅節目。不料試過有一次去文化博物館睇黃霑嘅展覽，咁啱有免費歐瑞強嘅演唱會，好熱鬧，好好睇，亦都好有氣氛。 8. 閱讀，不料最中意睇書，一睇就可以睇大半日。如果唔想睇嘅話，而家聽都得，有人讀俾你聽。 YouTube 有好多好好嘅讀書頻道，例如暴走的陳老師，或者國內喜馬拉雅 App 亦都有好多免費聽書或者講解知識嘅節目。 9. 唔需要投資裝備嘅興趣，例如唱卡拉 OK， 中午嘅唱 K 自助餐亦都好平，長者卡仲有優惠添。 10. 需要投資裝備或者材料嘅興趣，好似攝影、烹飪、插花等等。 11. 打掃，重新佈置家居，搞到間屋又靚又乾淨，住都住得開心啲啦。 12. 陪伴長輩或者湊孫帶小朋友，陪伴長輩飲茶或者四圍玩，帶下孫仔共聚天倫之樂，都係好好嘅活動。不料就成日幫阿哥湊個女，眨下眼就一日。 13. 種花種菜養寵物，不料之前租過一塊田種菜，亦都養過倉鼠。種花種菜養寵物都係好好打發時間同埋修心養性嘅活動。 14. 搵朋友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，朋友之間無事常相見。 15. 做義工，奉獻自己嘅經驗同埋時間幫助別人。 16. 參加組織，好似演講會、觀星會、觀鳥會、行山學會、環保組織之類。 17. 參與宗教團體活動，
定期參加教會或者其他宗教活動，令到生活同埋精神都有寄託。18. 兼職，做兼職可以賺啲生活費，又可以打發時間。19. 創業，雖然不了唔建議退休之後做高成本嘅創業，但係一啲低成本創業亦都可以值得一試，例如將自己嘅技能教俾人，或者貨品轉賣等等。20. 投資，花時間學習投資，同時改善自己退休後嘅財務狀況。啱啱講咗20個活動，有邊一啲適合你嘅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聽啊！好啦，咁作者講嘅第3類形態係啲乜嘢呢？我哋繼續睇。3. 不退不休。第3種不退不休又分2類，熱愛工作同埋無奈打拼。好多公司創辦人或者中小企業老闆都係屬於熱愛工作者，就算到咗70-80歲，仍然居其位，謀其政，而且老當益壯，經營績效良好。但係呢一個時候會影響到2代接班嘅歷練。另一種無奈打拼者係經濟存糧不足，冇辦法安享晚年生活，只好繼續工作賺錢。咁亦都提醒咗中壯世代嘅上班族，眼光要睇遠啲，趁住體力正旺盛，要準備自己未來嘅退休養老金。不了點評4，不能與不為。到咗退休年齡但係不退不休，分2種人，不能與不為。熱愛工作嘅人就係不為，佢哋雖然有足夠嘅錢可以隨時退休，但係佢哋就選擇唔退休，係不為也，非不能也。對佢哋嚟講，工作就係為咗可以繼續工作，工作本身有自我滿足嘅價值，就好似巴菲特已經90幾歲，但係仍然每日努力工作。相反，大部分打工仔嘅諗法係，工作係為咗未來唔使再工作，就好似不了以前都係呢一類人。不了中意讀書，但係唔中意考試。我細個好努力讀書考試，就係為咗未來有一日唔使再讀書考試。返工嘅時候努力工作，就係為咗未來有一日唔使再工作，或者講可以未來選擇自己熱愛嘅工作或者事去做。但係偏偏呢類人對手上嘅工作唔太中意，甚至厭惡。如果好彩可以由呢一份唔中意嘅工作或者投資入面賺到足夠嘅錢，達至財務自由，有能力選擇退或者不退，休或者不休。不幸嘅係，好大部分嘅人完全係冇計劃，或者唔能夠順利實現自己嘅理財或者退休安排，最後到咗退休年齡，仍然需要靠工作先至能夠生存。無奈工作係不能也，非不為也。真係吊詭，有能力選擇唔做嘢嘅人反而中意做嘢，而冇能力選擇唔做嘢嘅人就偏偏唔中意做嘢。或者講，因為熱愛工作嘅人，事業到達一定嘅成就，先至有選擇係咪工作嘅權利。咁樣想有選擇唔工作嘅權利，係咪要先中意自己嘅工作呢？做個比喻啊，即係如果你希望唔想再食屎，就要先中意食屎。當你中意咗食屎，就可以選擇唔使再食屎啦。當然以上只係不了亂講，我想講嘅係，如果你明明預示到退休之後仍然要被逼無奈工作，好辛苦，就應該趁年輕仲有時間發展一項賺錢嘅技能，例如投資，或者可能係你本業嘅工作，盡快往上爬賺多啲錢。唔好因為唔中意手上嘅工作而放棄投降，反而要更加努力，或者用你其他嘅長處技能賺錢，唔好溫水煮蛙，坐以待斃。4. 休而不退。第4種休而不退又分2類，威名在外同埋虛佔名位。威名在外者響公司有一個職稱，應用自己過往嘅名聲響企業組織入面對內對外產生影響力，係一種生招牌。而虛名佔位者係霸住要職缺位，但係冇產生任何嘅貢獻，思維素餐，亦都影響咗年輕人晉升機會。不了點評5，放下與自在。響不了以前嘅舊公司，亦都有好多高管到達退休之齡，應該已經有足夠嘅錢過退休生活，但係仍然唔肯退下火線。據我嘅觀察，佢哋有啲做實事，習慣咗公司賦予嘅權力，唔捨得退休。另外有啲就正如作者所講，虛佔名位，放唔低名同埋權，表面上好似貢獻經驗，但係更加貼切嘅形容係阻住地球轉，阻住後起之秀上位。佢哋亂斬權位，到某一日仍然要放低，不如早啲放低，過自己嘅第2人生，亦都俾後輩有發展嘅機會。另外有一啲嘅退休人士，雖然自己已經不在其位，但係口入面仍然不斷掛住當年點樣威風，管理幾多人，放唔低過往嘅風光歷史。不了之前講過，退休係由入世到出世嘅一個轉變過程，要學識放低以前，包括職位、光環、比較，着眼過好今日嘅生活，真正貢獻自己嘅經驗俾後輩，
尋找退休之後當下自身嘅價值，而唔係不停懷緬過去嘅威水史，退休生活就會過得更加精彩自在啦。做一個總結，如果按作者嘅分類，不料就響財務自由、身體欠佳、奉獻經驗、打發時間同埋熱愛工作之間來來回回，唔屬於一個固定嘅形態。而我今集俾大家嘅建議係，及早為退休財務做準備，唔好坐以待斃。退休之後盡量保持健康嘅生活，適當休息，揾自己熱愛嘅事情去做，奉獻自己嘅經驗，唔好亂賺過去嘅名同埋權，同時重新定義自己響退休之後嘅價值。記住，唔好有等死嘅心態，過充實有目標感嘅生活。呢啲就係我睇完呢一篇文章俾大家嘅總結分享。退休後嘅你，或者準備退休嘅你而家嘅形態或者理想嘅形態又係啲乜嘢呢？會唔會唔響呢8類嘅形態入面呢？歡迎留言同大家分享一下。感謝你睇到最後，希望各位有所得着。唔想錯過 Anchor TV 未來精彩有用嘅影片，請記住訂閱。希望你能夠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，咁就能夠幫到更多嘅人。有興趣嘅話，可以由第一集收睇所有嘅影片，全部精彩。今集就到呢度，記住俾個 like、留言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！下次見。